距中国大陆仅300公里，日本要建石垣岛基地究竟有何意图？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中国该如何应对？近日，根据媒体报道，日本正在琉球群岛南部的石垣岛修建反舰导弹基地。整个反舰导弹基地将在2022年建成，并正式入驻部队投入使用。据悉，日本此举是为应对所谓的西南态势。这新闻一看，第一反应就是日本又在搞什么大动作了。但却让人奇怪，石垣岛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什么重要的战略位置吗？日本所谓的应对西南态势又是针对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下。首先，我们打开地图分析一下石垣岛的地理位置。石垣岛位于日本琉球列岛的八重山群岛南方，为八重山群岛的政治、经济、教育和交通中心，面积222.6平方公里，是冲绳县内仅次于冲绳岛和西表岛的第3大岛，也是日本面积第21大岛。解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离日本主要岛屿非常远的一个小岛，但距离冲绳县厅所在地的那霸市有410公里的距离，并且隔海相望，离日本首都东京更是有将近2000公里的距离。相反的是，这石垣岛离台湾岛非常近，距离台湾只有270公里。在距离台湾270公里远的石垣岛修建导弹基地，日本的意图就十分明显了，这就是将导弹基地盖到了台湾的家门口。众所周知，最近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冲突不断，火药味十足。美国一直企图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当然，面对国土安全受到威胁的中国，自然不会任由美国插手中国内政。中国与美国不断地向台湾海峡派遣军机和舰船。今年，美国海军已经11次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两国进入海峡的军舰持续增加，在狭窄的水道来回巡游，两国很有可能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爆发意外冲突。美国国会研究处也宣称，中美军机和军舰在南海频繁巡航，有可能增加误判风险，或可能以不经意的行为引发意外，或迅速升级成危机或冲突事件。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底线，不论反华势力打的什么主意，都应该对待台湾问题谨小慎微，对界限有一个明确的辨别。美国自以为是，认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掰手腕。但日本对当前国际局势没有一个根本的认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的领土问题上挑衅中国。从2016年的钓鱼岛争端开始，到如今的台湾问题，日本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挑衅中国。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日益加重，日本首当其冲为美国这个老大哥鼎力相助。此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在公开场合对台湾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声称，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日本有事儿就是美日同盟有事儿，这一副仗势欺人的嘴脸再明显不过，并在会议上对中国威胁论大肆渲染，对台湾问题大放厥词。这无疑不是日本在给美国表忠心。而这次日本在石垣岛修建导弹基地，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为中美一触即发的战争事态做准备。日本虽然坏，但却是不傻，这一招石垣岛基地就是直接当着中国的面在东海上插钢筋，在中国门户上做文章。刚刚我们提到了，日本的石垣岛离本土非常远，但距离台湾很近。如果局部战争爆发，事态的发展也只会在东海的台湾海峡和宫国海峡范围内，并不会波及到日本本土，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点。其二，作为台湾正东面的石垣岛与冲绳岛遥互相应，一南一北，正好分别卡住了宫国海峡的南北两端，这对中国会产生极大的限制，造成直接的战略威胁。宫国海峡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最宽海域，是台湾海峡宽度的2倍多。宫国海峡平均宽度为239公里，最窄处也只有209公里。作为国际公海，任何国家都有在此自由航行的权利。同时，宫国海峡也是中国进出太平洋的最近和最佳通道。中国经过宫国海峡可以南下大洋洲各国。中国海军舰队近些年也经常穿过宫国海峡进入太平洋进行军事训练。但其实我们自己观察地图会发现，宫国海峡并不是中国通往太平洋的唯一通道。但为什么宫国海峡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呢？首先，我们说到的宫国海峡海域很宽，并且水很深，舰艇发生触礁的风险会大大减少。其次，宫国海峡是最便捷的通道，的确还有其他多条通道可以通往太平洋，但宫国海峡绝对是最便捷、最方便的通道。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中国在东海海域与美日矛盾激化，中国海军可以通过公国海峡直接进入大西洋，在台湾靠大西洋海域派遣军舰，对台湾形成合围之势，切断美日对台的增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拒止战略或反介入作战。但如今日本在石垣岛修建了导弹基地，将公国海峡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一南一北直接卡住，将琉球群岛打造成了一条严密的海上封锁线。平常还好，日本不敢轻举妄动，若台湾问题一旦爆发，日本一定会在通道口阻碍中国海军的前进，联合美国海军将中国困在东海以内，无法出太平洋。而正是因为如此，日本才有了敢跟中国正面交锋的底气，也表露出其野心。刚刚我们说的是战略威胁，但日本在石垣岛修建导弹基地这件事儿本身也不容忽视。早在2013年，就在宫古岛上进行过军事演习。据当时的通讯社报道称，日本参与演练的导弹通讯侦察部队将先行在距离钓鱼岛150公里的石垣岛，与宫古岛上的八八式导弹部队进行互动演习。这次演习总共有3万名日本自卫队队员参加，而部署的八八式反舰导弹射程覆盖了宫古海峡。可以说，对于琉球群岛的军事部署，日本早有准备。再加上此次准备部署的石垣岛导弹基地，日本在琉球群岛地区已经形成了完备密集的岸基反舰体系。这2个岛屿上的反舰导弹可以将宫古海峡完全纳入射程之内，全方面的封锁海峡，同时也对石垣岛与台湾岛之间的海域形成了强大的威胁。同时，如果美军对石垣岛进行装备支援，在石垣岛上部署了美国制造的新型的远程高超声速弹武器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么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了。这种通用型固体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可以达到1500英里，也就是2700公里以上。这还只是美军的第1阶段设计。据知情人士透露，第2阶段的设计准备延伸到2500英里，也就是4500公里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以石垣岛为中心画一个圈，即使是第1阶段的射程，也足以攻击到中国的沿海城市。速度之快，只要5到6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打到中国的广州和上海。但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传出，美军已经在日本石垣岛上部署了高超声速导弹。美军有没有勇气下这个决定都得两说。因为如果在石垣岛部署了这种中程弹道导弹，战争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小型的局部战争，而会演变成为核战争，这是谁也不想看见的。并且在第1岛链内部与中国开展大规模作战，对美国来说并没有什么胜算。中国不会主动发动战争，但如果美日一再挑衅，中国也不介意用武力与之对抗。